海童说道：“东明哥没意见的吧？”不会，他也说了，周鸿林始终是洋洋的亲爸，洋洋也不会改姓陆，依旧姓周。这也是我当初和周鸿林签订的离婚协议。既然签了协议，就说到做到了。洋洋姓什么都改变不了，他是周家的子孙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改姓？东明哥是个爽朗的人。000，说话间，海玲的手机就响了，是周母打电话给他。海玲听出是周母的声音后，小声对妹妹说道：“才说起周家，我前婆婆就打电话来了。”海玲，你说什么？周母在那边听到海玲小声说话，她没有听清楚，问了海玲一句：“阿姨，我跟我妹妹说话。”阿姨有事吗？大清早的就打电话给她。海玲，你回来了吧？我是听说你回来了的。你看看这快过年了，洋洋又放了寒假，我们都想他了。你能不能送他过来，让他在我们家住上几天？除夕那天你再接他回去过年。要是你肯让洋洋在我们周家过年，那就更好了。洋洋怎么说都是我周家的孙子，过年拜神的时候少了他，总觉得不太好。周父周母是想回老家过年的，周鸿林不愿意回去，回了老家距离大姐家里太近。周鸿林现在很不乐意和姐姐相处，他不想回老家，周父周母只得也留下来。不过过年期间拜拜神还是要的，这是他们老家的习惯。海玲说道：“洋洋还没有起床，等他起床了，我先问问他的意思。不过今天怕是还不能送他回去，我晚上要带着他去我大姨家里吃饭。若是洋洋愿意，明天吧。明天我送他去你们小区门口，你让他爸在小区门口等着就行。要住几天，看洋洋的意思。这是洋洋的事，我不会干涉他。”海玲还是很开明的，由着儿子选择。周母感激的道：“海玲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还肯让洋洋回来。洋洋是你们周家的子孙，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他是回他爸爸家里住几天，又不是去哪里，我没理由不同意。当初我和他爸也说好了，孩子是共同养着，不会因为离婚就剥夺了周鸿林。这个当爸爸看儿子的机会，就是在儿子面前，他都没有说过周鸿林的坏话，不想破坏儿子心目中爸爸的形象。随着洋洋的年纪渐长，他越来越明事理，以后他会明白一切的。你是个好女人。”周母由衷地说了句，话里有着遗憾及回忆。好女人给他们当儿媳妇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珍惜，换成了个坏女人，把他们周家闹得鸡犬不宁的，还差点害了海玲和洋洋。那年海玲为了救儿子中了刀，差点连命都没有。周母才知道叶佳妮竟然那么狠毒，想要害了洋洋，可惜悔悟都太晚了。听洋洋说，你和陆家四少爷好事将近，什么时候办好事？周母尽量让自己的口吻听起来平静点。我们等会儿就去民政局办手续。周母在电话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道：“哦，今天呀，那恭喜你，海玲，祝你和陆四少白头到老。”谢谢。周母本来有很多话想说的，知道海玲今天就要和陆东明领证后，她想说的话再也说不出来了，说出来也没有了意义。很快周母就结束了通话。看到她结束通话，坐在一旁的周父赶紧问她：“怎么样，海玲同意洋洋回来住几天吗？”周母发愣，没有马上回答丈夫的问题。主卧室的房门开了，穿着睡衣的周鸿林从房里出来，见到父母都坐在沙发上，他打了个呵欠，问道：“妈，今天早餐吃什么？”周母回过神来，应了句：“煮面条吧，还没有煮。”妈，等会儿再去煮。你今天不跑车吗？大家都放假回去过年了，打车的人少了。这几天我也不想出车，在家里好好休息。妈，我们家的年货都买到了吧？要不要我陪你们去买？周鸿林又打了个呵欠。
就咱们3个人也不用买什么东西，对联那些，我和你爸都买好了。哦，洋洋明天可能会回来，他会在家里住上2天，这2天你好好的陪陪他。周红林看到母亲手里拿着手机，猜到母亲是打了电话给海玲，他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要洋洋愿意回来住才行，别让海玲逼他。海玲不会逼他的，他都是让洋洋自己选择。”不得不说，洋洋在他姐妹俩的管教下，被教的挺好的，小宝都不如他。周红林说了句：“小宝是被你们宠坏了，海玲不会宠着洋洋，洋洋有太多人宠着了。海玲这个当妈的就唱黑脸，严管着儿子了，免得儿子被宠坏。妈，我好久没有睡个懒觉，再回房里睡会儿，等可以吃早餐了，你再叫我。”周红林转身就要回房里去。红林，周母叫住儿子。周红林扭头看向母亲，等着母亲说下去。红林，海玲今天会和陆家4少领结婚证。周红林反应平静，说道：“那是他的事。”妈问了他，妈有没有向他说声恭喜？周母叹口气，说了：“那就行，陆4少是个好男人，她嫁给陆4少会很幸福的。陆4少待洋洋又如同亲生，我们也能放心点。洋洋跟着他和陆4少生活，比在我们家更好，不管是接受的教育还是物质生活，都比留在周家好。洋洋明天过来吗？那我等会儿就去探探监，给佳妮送点东西过去。”周红林说这话是提醒父母，他和海玲已经成为过去式，现在他的合法妻子是叶佳妮，而海玲马上就会成为陆家的4少奶奶，他们俩除了是洋洋的爸爸妈妈，再也没有任何的关系。男婚女嫁皆是自由，你还去看他做什么？他的娘家人都懒得去看他了。一提到叶佳妮，周母就老大不爽，他那时候差点就要了你的小命，也就是你没有跟他离婚，还原谅了他，当初你不说原谅他，说不定他能判死刑，那就是个害人精。自己摔没了孩子，那是我周家的骨肉呢。洋洋不在他们周家生活，叶佳妮怀孕时，周母虽说对叶佳妮还是意见多多，看在叶佳妮怀着周家的骨肉，她也没有说什么了。是叶佳妮命不好，摔没了孩子，让她失去了一个孙子，但凡多一个孙子，她也不至于眼巴巴地盼着洋洋回来，都是报应呀。妈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现在也好好的，孩子没有就没有了，那个孩子是不想来跟我们的。怎么说，佳妮还是我的老婆，我去看看她是好应该的事，若不是我去招惹她，她也不会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，是我害了她才对。叶佳妮成为她的秘书时，还是很单纯的，也没有想过勾引她，是她喜欢了叶佳妮，嫌弃海玲生娃后身材变了形，又丑又胖的，又觉得自己当了经理，有了不菲的收入，干嘛还要将就着海玲那个胖女人？叶佳妮的出现让她又一次尝到了心动的滋味，她有意无意地撩着叶佳妮。叶佳妮一个刚踏入社会没多久的女孩子，哪经得起她这个过来人撩拨，很快就爱上了他。如果不是他，叶佳妮说不定能找一个更优秀的男孩子共度余生，小日子也会过得和和美美的，不至于落得今天的下场。叶佳妮入狱后也数度想死，无时无刻都找机会想自杀。后来不知道是谁跟她谈过几次后，她就放弃了自杀，认认真真的改造了。她没有被判死刑，虽说现在的刑也很重，只要不是死刑，她好好改造，还是有机会出来的。人活着就还有希望。周红林每个月都会给他送点东西过去，看他2次，告诉他他会一直等着他出来，不管要等多少年，他都会等，他也不会和他离婚。他说了，对他负责一辈子，说话算话。以前他也和海玲说过那样的话，但他没有做到，弄出了那么多的事情来。周红林很后悔，也汲取教训。如今的他心如止水了，一心一意等着叶佳妮出来。他差点要了你的命，你还……
不等周母说完，周红林已经回房里，关上了房门，不想再听母亲说下去。周母气得脸黑黑的，好半天才对丈夫说道：“你看看这个傻瓜，那个毒妇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呀？差点要了他的命，他都还肯原谅他，还要等他出来。我是不会再要那个毒妇当儿媳妇的了。”周父说了句：“等他出来，我们俩都不知道还不能活着呢，管那么多做什么？当初就是咱们是太多，管得太宽，才导致红林和海玲的感情破裂，最终离婚的。孩子的事你也别去想了，咱们这辈子怕是只有洋洋一个孙辈的了，别的都不奢望了，就盼着洋洋平安长大，身心健康。洋洋有他妈妈和小姨照顾着，肯定会平安长大的。哎，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早知道当初就谁想到成了孤儿的海玲，还能冒出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姨来，更想不到海彤居然能嫁入第一豪门当少奶奶。还有更想不到的，就是海玲姐妹俩竟然是江城凤家的后代。去煮面条吧，难得红林休息在家，你也不要在儿子面前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了。凭良心说，若不是咱们儿子去招惹叶佳妮，他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。红林一个已婚男人还去招惹年轻单纯的小姑娘，本就是红林的错，红林遭受到的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的。自从周红林和海玲离婚后，知道海玲脱胎换骨，日子越过越好后，周父就变了很多。因为后悔，悔意让周父想明白了很多事，也改变了很多。周母张张嘴还想说什么的，最终却什么都不再说，重重地叹了口气后，起身进了厨房，给丈夫和儿子煮面条。以前海玲还在周家的时候，她每次来儿子家里哪曾下过厨，想吃什么只要跟海玲说一声，海玲就会给她准备，她只管吃就行，吃了还要挑海玲的刺儿。她真不是东西啊，放着好好的儿媳妇不要，同意儿子和叶佳妮在一起。海玲今天和陆东明领结婚证的事，周红林表面平静，内心还是有点波澜的。他关上房门后，回到了床上躺着，拿着手机，无数次想打电话给海玲，都放弃了，他不敢，也没有任何的立场去阻拦一切。床头柜台上摆着一个相框，相框里的相片是他和众多同学的大合照，同学中有海玲。他和海玲是多年的同学吗？恋爱后他们也有很多合影照的离婚时，海玲剪掉了合影照片中的他，只余下他自己，唯有与同学们的大合照里还有海玲的影子。在叶佳妮进去后，他从鬼门关里捡回了一条命，便翻出了和同学们的大合照，摆在床头柜台上。周红林拿过了相框，看着相片中一群年轻面孔的同学们，视线很自然地落在海玲身上。婚前的海玲身材还是很苗条的，她高挑野瘦，标准的模特身材，颜值也高，那会儿太年轻。她满脸的胶原蛋白，无需用护肤品保养，因为年轻。跟现在的海玲相比，就是多了一份青涩。合照的时候，她站在她后面，由于她是踩在凳子上的，就低头看着她。从她的神情可以看得出来，那时候的她是真的很爱很爱海玲，满眼都是她。多年同学，几年的恋情，3年的婚姻，她最后还是弄丢了她。如今她就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了，她什么都不能做，就连祝福她的话，她都不敢打电话跟他说，唯有拿张多年前的同学大合照看着她。海玲，对不起。周红林低低地道歉，过去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没有兑现我许下一生的承诺，答应过你的事也没有做到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那么好，我以前又那么爱你，可我还是弄丢了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周红林捧着相片看着，嘴里不停地说着道歉的话。陆东明是个好男人，你和他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，海玲，我祝福你。
祝你和陆东明白头到头，早生贵子。顿了顿，周红林说道，要不就不生贵子了吧？我怕你们有了亲生的孩子就不疼爱洋洋了。他还是很自私的，希望洋洋是海玲唯一的孩子。只要海玲和陆东明不生孩子，陆东明打下来的那片江山以后也会成为他儿子的。想到海玲现在的身份，周红林默默地叹口气，知道自己的那点自私祈祷不可能实现呢。海玲肯定会再生一个孩子，他要有个女人当他的接班人，以后接管江城的凤氏家族。陆东明若有了亲生的骨肉，他还会对洋洋好吗？周红林其实是担心陆东明有了亲生的孩子会对洋洋不好的，所以上次见到洋洋时，他就叮嘱儿子以后要听小姨的，洋洋的小姨才不会偏心。只要是海玲生的娃，于海彤来说都是他的外甥，他才能够做到一视同仁。对洋洋的感情又不一样。周红林坚信海玲和陆东明要了孩子后，他们的孩子在海彤那里是无法和洋洋比的。洋洋是海彤一手带大，感情非同一般。洋洋有海彤这个亲小姨当靠山，想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这样想着，周红林又放下心来。周红林想什么，陆东明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兴奋得很。他也是大清早就过来了，不过他到了海家时，洋洋已经起来。陆东明要带上洋洋一起去民政局，海玲特意给儿子穿了新衣服，将儿子打扮得帅帅气气的。好吧，人家本来就是个小帅哥。用过早餐后，陆东明就带着海玲母子俩出门了。他们领了证后会回陆家吃饭，故而在他们出门后，海彤夫妻俩也离开了。战印边开车边问着爱妻，你要不要去陆家等着你姐回来？我去大姨家里等着也是一样的，晚上我姐和东明哥会去大姨家里吃饭。战印，你说我姐和东明哥会幸福吗？他们一定能够白头到老的吧？我姐离过一次婚，受过情伤，我挺怕的。战印说道，肯定会幸福的，这一点你不用担心。东明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也清楚，你又不是今天才认识东明。放心吧，我们有多幸福，姐和东明就有多幸福。东明以后就是姐身后的男人，大姨姐很快就会成为凤家的家主，在凤家，陆东明这个家主的丈夫是越不过家主去的，所以他很自然就会成为海玲身后的男人。当然了，陆东明也会成为凤家历代家主的男人中最有本事的一个。我有一种嫁女儿的感觉。战一笑，那是你姐姐，你这是嫁姐的感觉。以后我若有女儿，等女儿长大了，我保证不会催婚，留她在我身边久一点，真要嫁人也不让她远嫁，就嫁在咱们管城，那是自然的。等咱们有了女儿再去想那些事吧，现在女儿在哪个角落都还不知道呢。战印话是这样说的，心里却想着他得留意一下管城几大家族的小辈，哪一个特别优秀的先留心起来，等他有了女儿，就安排那个男娃娃守着他的女儿成长，培养一对青梅竹马出来，那样女儿就不会远嫁了。当然，等他有了女儿后，他也舍不得让女儿早嫁的，30岁再嫁也不晚。战印载着爱妻去了商家大宅，商太太陪着费老在院子里散步。今天天气好，气温回升了几度。被商太太勒令待在屋里不能出来吹冷风的费老，是好不容易能出来逛逛。商小飞跟着居然回 A 市过年去了。怕被父母长辈催婚的商二少爷，在商氏集团放年假后，第一时间买了出国的机票，跑到国外去过年，避免被父母催婚，连年都过得不得安宁。现在的商家就只有商太太夫妻俩以及费老先生。商无痕陪着妻子，带着幼儿去了丈母娘家。不过晚上一家3口会回来。商太太早就交代了长子，今天是海玲和陆东明领证的日子，是好事儿。身为海玲的娘家亲戚，他们也要有点表示，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，更不能让陆家看清了海玲去。对于母亲时刻都想着替2个外甥女撑腰，商无痕颇为无奈，告诉母亲不用担心2个表妹的，
他们都是聪明人，也不是任人搓圆掐扁的。更何况战印和陆东明都是感情专一的人，战印这个宠妻狂魔还是管城人有目共睹的呢。看到战印的车子，商太太笑着对费老说道：“战印和彤彤来了，钟伯，你在这里坐坐，我去给海彤开门。”商太太扶着费老在一张石凳子前坐下，他就去给战印开门。佣人已经从屋里出来，看到商太太亲自去开门了，佣人便顿住了脚步。商家的佣人只留下了2-3个人，其他人也都回了他们的老家过年。人少了，活就容易堆积着，院子里的枯叶就满地都是。商太太倒是没有责怪留守主人家的佣人，只说落叶多，那是很正常的事，闲时散步，踩在落叶上才感受到些许秋冬的存在。管城都不算有冬天，一年之中，夏天占了大部分的时间，春秋冬的时间都短。商太太打开了别墅的大门，大姨，大姨，战印夫妻俩都笑着叫了她一声。商太太笑着应了，先开车进去吧。战印开车入内，车子停在了露天停车场上。见到商无痕常用的车子不在，战印下车后就问商太太：“无痕不在家里，他一家3口去了岳家，我给亲家准备了点年礼，让他们送过去。能与商家结亲的自然也是有钱人家，并不在乎那点东西。不过亲家逢年过节都准备有节礼，是对亲家的重视。商太太很喜欢长媳，对亲家自是极好，两家走动得很勤快，特别是有了小孙子后，小飞跟着居然去了风尘山庄，年初几才能回来。老二怕我们催婚，公司一放假，他就买了机票飞到国外去了，现在不知道在哪个国家蹲着。那个臭小子一把年纪了还不考虑结婚，催他还躲起来了。提到不想结婚的老二，商太太就头痛得很。3个孩子最让他操心的竟然是老二。海彤走到商太太的身边，亲热地挽上了商太太的手臂，笑道：“大姨也不用焦虑的，我二表哥也是个好男人，缘分来了他会结婚的。但愿吧，他也老大不小了，儿女都是债啊，总有操不完的心。洋洋呢，怎么不跟着来？”商太太问道：“你不是从你姐家里过来的吗？我姐带着洋洋和东明哥一起去的民政局，说是一家3口就要一起。”商太太笑，陆东明不介意带盏小电灯泡，那也没什么，他们以后就是一家3口了。3人一起走向费老，费老笑眯眯的，在小辈的眼里，这位老爷爷慈祥得很，对他们小辈那是真的很好，不管是谁，他都宠得不要不要的。钟爷爷知道了费老的姓氏，海彤等人还是叫他钟爷爷，习惯了。费老不在乎小辈们叫他什么，只要知道是叫他就行。来了，费老含笑问着：“洋洋呢？他怎么不跟着你们过来？”他问了商太太一样的问题。海彤又说了一次。费老欣慰地道：“那也好，那样更好了。陆家的4小子是个有情有义的，我年轻那会儿听说过他的奶奶，是挺好的一个人，他的孙子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同时代的人，哪怕不同一个城市，但做生意总要走南闯北。”费老跟着他的家主到处谈生意，自是听说过陆家故去的老太太，没有见过面，但知道对方的人品如何。进屋里去，外面还是有点冷的，彤彤你要多穿件外套，别着凉。费老叮嘱着。海彤连忙说道：“钟爷爷，我不冷，我穿着暖和的了，不会着凉的，有战印在，他也不会让我受凉。”费老笑着点头。家主的后代都过得很好，他是真的可以放心了。待他熬到油灯枯尽，去下面见了家主，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和家主说的。家主知道后代过得好，肯定会很开心的。商太太和战印一起搀扶费老起来，海彤想帮忙。费老说道：“我是老的腰都弯了，但还是能走走路的，不用你们扶我，
我自己慢慢走。被扶起来后，费老就不让商太太和战印再扶他。民政局，陆东明和海玲办好了结婚手续，拿到了2本小本本，翻开了结婚证，看着自己和海玲的合照，陆东明笑咧了嘴。他终于娶到了心爱的女人，海玲是他的老婆了。洋洋全程都是懵的，他跟着妈妈和陆叔叔一起来了这里。这里的叔叔阿姨个个都很亲切，笑容满面的，然后对着妈妈和陆叔叔道喜，怎么不向他道喜呢？妈妈，陆叔叔笑得那么灿烂，那小本本有什么好看的？妈妈，你的小本本给我看看。洋洋仰头问着海玲，想知道小本本有什么好看的。陆叔叔居然看得直笑，笑咧嘴的那种。海玲看向陆东明，好笑地说他：东明，你的嘴角都要弯到了腮边。我开心，很开心。陆东明笑容更加的灿烂。今天的天气属于多云，有时候有点太阳，有时候又是阴沉沉的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今天的阳光都不如陆东明的笑容灿烂。海玲将自己的那本结婚证递给儿子翻看，洋洋接过来，迫不及待地翻看，有些字他是认识的，不过整体连接起来的意思他不是很明白，只知道有妈妈和陆叔叔的合照。他仰头问海玲：妈妈，我也在，为什么那照相的叔叔不叫我和你们一起合照的？海玲解释的道：这是妈妈和陆叔叔的结婚证，所以只有妈妈和陆叔叔合照。洋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和陆叔叔就是一家人，组成了一家3口，你开心吗？他弯下腰去抱起了儿子，在儿子的小脸上亲了一口，说道：你也可以叫陆叔叔做爸爸。洋洋看着笑得像傻子似的陆东明，动了动嘴皮子，却叫不出一声爸爸来。主要是他还有一个爸爸的，他都习惯了叫那个爸爸。妈妈也说那个爸爸才是他的亲爸爸。他也明白陆叔叔和妈妈领了结婚证后，陆叔叔就成了他的另一个爸爸，只是他暂时还改不了口。妈妈，我以后不能叫陆叔叔了吗？可以啊，洋洋可以继续叫我陆叔叔的。乐过后，陆东明揣好了自己的那本结婚证，然后伸长了双手，示意海玲将洋洋交给他。他接过了洋洋后，让洋洋坐在他的大腿上。海玲边推着轮椅，推着他和洋洋往民政局外面走去。洋洋，你想叫我爸爸也可以，叫我陆叔叔也行，都可以的，不用勉强自己，知道吗？陆东明也在小家伙的脸上亲了一口。为了今天领证的精神面貌达到最佳，他大早上起来时就赶紧刮了胡子，胡子被刮得干干净净的。在亲洋洋时，洋洋就不会抱怨他的胡子扎人。他又对海玲说道：海玲，洋洋习惯了叫我陆叔叔，就让他一直叫我叔叔吧，我不在乎他对我的称呼，不管他叫我什么，我都会视他如亲生的。海玲温和的点头恩着，我也不逼迫洋洋，就是跟他说他可以叫你爸爸。洋洋叫不出口，就让他一直叫陆东明叔叔了。陆叔叔，你和我妈妈结了婚，是不是就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了？洋洋听大人们说过这件事，也知道夫妻是住在一起的，像小姨和姨丈是夫妻，他们就是住在一起的，还有表舅和表舅母也是那样。陆东明笑道：是呀，陆叔叔今晚就搬过去和你还有妈妈一起住，以后我们一家3口都住在一起，不分开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热烈欢迎陆叔叔。洋洋还拍着手掌，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喜欢陆东明这个继父。陆东明和海玲相视而笑。出了民政局，陆东明的2名保镖在车子前等着一家3口，看到他们出来了，2名保镖迎过来，海玲不用他们推着丈夫，她继续推着陆东明到了车子前，才有保镖扶着陆东明上车。很快，载着一家3口的豪车驶离了民政局，也融入了外面街道的车流当中，渐行渐远，直到看不见了。停在民政局门口不远处的那辆轿车才缓缓地动了。车上的司机是周红林，
他不会阻拦海玲和陆东明领证结婚，也没有资格和立场去阻拦。他想出来跑车的没有接到单，他就开着车没有目的地走，不知不觉就来了民政局门口。他比海玲和陆东明先到的民政局门口，只是他的车子停得较远，民政局门口的空位上又停着不少的车辆。离婚后，海玲对前夫的关注也不多，并没有发现周红林的车子早就在这里等着。周红林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，他都跟母亲说要去探望叶佳妮的，他还没有去，却跑来民政局门口等了半个小时，才等到海玲和陆东明的出现。海玲衣着得体，身材苗条，气质高雅又不失精明干练，这样子的她像极了未结婚之前在公司里的样子。跟她结婚之前，她在公司里就混得风生水起的了。她心里其实是嫉妒海玲混得比她好，所以婚后她就哄着海玲辞职回家备孕，怀孕后又养胎，渐渐把她从一个职场白领变成了全职的家庭主妇，过着手心向上的日子。海玲因为怀孕生娃后没有及时保养自己的身材，导致变成了一个大肥婆，又与社会脱节，没有了收入来源，完全要依赖她过日子，每个月都要从她这里拿钱。周红林内心是得意的，从得意再到嫌弃，最后出轨，终结了他和海玲的多年感情及婚姻。陆东明虽说是坐着轮椅来的，但一身黑色西装的他，散发着强者的气势，哪怕脸上带着道疤，通过他那边完好的脸也能看出来，他其实是个俊美的男人。若是他肯去掉那道刀疤，让他看起来不再吓人，爱慕他的女人估计会有很多吧，也就轮不到海玲了。哦，是他先喜欢海玲的。从知道海玲和陆东明一起后，周红林控制不住自己，总喜欢偷偷的去打听两个人是怎样擦出火花的。知道陆东明对海玲动心时，竟然是在海玲还没有减肥成功时。陆东明是看过海玲最落魄的时候，也见过海玲最丑的时候。他没有嫌弃海玲，反而陪着海玲，看着海玲一点点的脱胎换骨，涅槃重生。如今的海玲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女性的韵味，她大方得体，漂亮自信，举手投足间尽显成功女人的风范。她比嫁给他之前更要迷人了，因为她更加的成熟，不再是数年前的那个全心全意爱着他，相信他能给他幸福的女人。洋洋坐在陆东明的大腿上，陆东明揽住他，两个人像亲父子似的。那一家三口从下车到进民政局，再到从民政局出来上车离开，周红林都看着，他的心刺痛刺痛的。他告诉自己，他痛的是洋洋和陆东明相处得太好，那是他的亲生儿子呀，以后却和陆东明一起生活，说不定也会改口叫陆东明做爸爸。脸上湿湿的，周红林抬手摸了一把，手掌全是泪。他哭了，为什么哭？他心里清楚，却无法说出来。干脆他就趴在方向盘上痛哭了一场，哭过了才开车离开了民政局门口，去监狱探望叶佳妮。叶佳妮看到他时，见他双眼似是红肿，以为家里有老人过世了，连忙拿起了话筒，问他：红林，你哭什么？眼睛都哭肿了，是不是你爸妈出什么事了？她心里还恨着婆婆以及大姑姐，盼着那对母女俩出点意外才好，最好就是死老太婆见阎罗王去。当初持刀捅杀周红林、周红英来救弟弟时，她应该捅死周红英的都是周红英爱挑拨是非。她和周红林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离不开周红英母女俩。他们拆散了周红林和海玲，在海玲日子好过了，又觉得海玲更好，反过来怨怪她，怪她插足周红林和海玲的婚姻，然后也不让她好过。没有，我爸妈好得很。周红林也知道叶佳妮什么都能放下，唯独对她母亲和大姐的怨恨放不下。母亲和大姐过去也是太过分，周红林都没有颜面在叶佳妮面前替母亲和姐姐说话。那你哭什么？
哭的眼睛都肿。我爸妈没事吧？叶佳妮又以为自己的父母会出什么事。父母年纪渐大，因为她的事，父母都觉得她丢人，也承受着很大压力，更要面对老家人的指指点点。刚开始父母还会经常来看看她，后来父母都不来了，只偶尔托人给她带点东西，并带话给她，是她的兄嫂觉得她太丢人了，不许父母再来看她，就当没有了她这个女儿。呵呵。知道父母不再来的原因后，叶佳妮自嘲地笑，笑过后又大哭了一场。她和周鸿林一起的时候，周鸿林给她的好处，她给了父母。那会儿父母兄嫂可没有说她不道德，破坏人家的婚姻，也没有说她丢人，反而觉得她有本事，指望着她能嫁入城里头，有房有车有高收入，以后还能帮衬着娘家兄嫂。有好处时，她就是妹妹，是小姑子，她落魄了，犯错了，她就是个丢人现眼的人。太现实了，哪怕是自己的亲人，你爸妈老样子，不好不坏的。我佳妮，海玲嫁人了。周鸿林轻轻地说道。叶佳妮愣住，她没想到周鸿林哭得眼肿肿来看她，竟然是因为他的前妻再嫁。周鸿林对海玲还有感情，不是海玲瘦下来后又创业成功，周鸿林受他家里人的影响，后悔离婚了呗。他还没有进来的时候，她婆婆还有大姑姐不是老劝着周鸿林又和她离婚，重新追求海玲吗？海玲比她有本事，而海彤更是嫁入了豪门，姐妹俩感情极深。海彤日子过后了，岂有不拉姐姐一把之理？有海彤这个妹妹拉着，海玲的日子就不会差到哪里去。